工程師們終於搞清楚了通用、豐田、本田、現代這幾家車企大面積出現引擎故障的真正原因，而他們在這些引擎裡發現的貓膩，跟車企們一直对外宣稱的压根兒不是一回事兒。The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says manufacturing defects in the engine's components are to blame. The recall covers certain Cadillac, Chevrolet, and GMC models. 不是汽油掺水了，不是你開車猛造，也不是啥東西污染了，真正的病根是車企們藏了好幾年的爛攤子，而且證據就擺在工作台上呢，就在一家獨立維修鋪裡。這鋪子大多數車主聽都沒聽過，特隱蔽。等這個視頻看完，你就徹底明白為啥你的引擎早就時日無多了。咱們再說說拆解的事兒啊。老王一個人在一家小破獨立引擎維修鋪裡幹活，沒有車企的招牌，也沒有工廠的合作合同，就他一個人。一把扭矩扳手，還有豐田这3年來處處跟他作對，拒不配合的破事兒。後來一台故障的雙渦輪螺旋槳6號引擎，通過一個拒絕以舊換新的私人買家送了過來。老王立馬放下手頭所有活，他清空工作台，架好攝像機，就開始拆解這台引擎。支撐曲軸的主軸承已經徹底廢了，磨碎的、刮花的、被高溫燒蝕的，完全報廢，就是這種毀滅性的損壞。能讓一台引擎跑個3萬英里就歇菜，把一家人扔在洲際公路的應急車道上叫天天不應。這一點老王早有預料，所有人也都猜到了，但沒人能想到他在1英寸之外發現了更離譜的事兒。連桿軸承跟主軸承用的是同一個油路、同一個油道，喝的也是同一種機油，居然完好無損，沒磨損、沒刮痕、沒變色，完美的不行。大家好好琢磨琢磨這事兒，這一下就推翻了所有說法。要是真像豐田一直扯的那樣是雜質導致的故障，那2組軸承應該都得壞啊。他們共用機油，共用油道，沒道理只壞主軸承。只有主軸承壞了，只說明一個問題，也只能是一個問題。這根本不是什麼污染問題，就是設計缺陷。說不定是油道太細，說不定是間隙太緊，也說不定是軸承材料壓根兒扛不住負荷。但承認設計缺陷，可比承認生產雜質貴多了。就這一個缺陷，就能讓豐田賠上幾十億美元。這一次拆解，就是那根引線一扯，整個汽車行業的遮羞布就全被扯下來了。要是你現在正困在路邊等拖車，或者坐在維修間裡盯着15000美元的維修單發呆，趕緊關注我。我接下來要給你們看的，可比豐田這事兒大多了。通用、豐田、現代、起亞超過500萬台引擎，都因為同一個原因，以同一種方式出故障，而這些車企全都心知肚明。咱們用數据說話，看看這場災難有多離譜。我給你們報幾組數，保準每個看視頻的車主都得慌。仔細聽好了，你開的車可能就在裡面。通用汽車召回了72萬輛搭載6.2升 V8 引擎的車，但這才剛開頭。另外還有28萬輛現在正接受聯邦調查。通用已經收到了超過2.8萬份投訴，其中1.4萬多起最後都演變成了引擎徹底報廢，完全失去動力。還有12人受傷，42起引擎起火，不是過熱，不是冒煙，是引擎蓋底下真真切切的火球。都是人們開着希爾維拉多、塔霍、御空、凱雷德這些家用車的时候，好好的車幾秒鐘就沒了。再看豐田，那個號稱能開100萬英里的牌子，2024年召回了10.2万台雙渦輪 V6 引擎，到了2025年底又偷偷加召了12.7萬台。不管是全新的坦途、9萬美元的雷克薩斯 LX600，還是紅杉混動版，現在都還在調查中。就是埃里克伯格工作台那台引擎同一個系列的本田召回了25萬台他們家大名鼎鼎的3.5升 V6 引擎，原因是連桿軸承損壞。這軸承一壞，金屬碎片在引擎裡以每分鐘幾千轉的速度亂撞，直接把引擎拆得稀碎。而且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剛啟動調查，還要查2016年以來生產的。另外1400萬台本田車、現代和起亞，從2017年到現在已經召回了150萬台引擎。還有個沒人敢說的事兒，有些換上去的新引擎居然跟原來的引擎犯了一模一樣的毛病，照樣壞。加起來一算，超過500萬台引擎出問題，造成的損失快80億美元了。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召回了，這是引擎故障大爆發。而那些設計這些引擎的工程師早就知道這一天會來。物理規律開始反擊了。2025年12月，汽車新聞就是那家平時對車企特友好的刊物，突然拋出了一個重磅調查，直接炸鍋了。他們採訪了大學的引擎研究人員，拆解過幾百台故障引擎的獨立維修師傅，還有一些行業內部人士。這些人怕丟工作，只能匿名說話。這些工程師揭露的真相簡直太嚇人了。現在的引擎被壓榨的遠超設計極限，根本扛不住。車企們一門心思追每升馬力的破紀錄，那些以前只有賽車才有的馬力數據，現在全塞進了比以前小一半的引擎裡。
咱们看看变化有多大。上世紀90年代，一台 6.0 升 V8 引擎能輸出360馬力，合下來每升60馬力。現在呢，福特 2.7 升的 EcoBoost 引擎能輸出325馬力和每升120馬力，猛禽上那台 3.5 升 EcoBoost 更是能到每升128馬力，功率密度翻了1倍，承受的壓力還是一樣大，可用來承受壓力的金屬卻少了一半。更坑的是，機油還變稀了。為了達到環保和燃油經濟性的指標，車企們把機油從 5W30、10W40 換成了 0W20， 後來又換成 0W16， 甚至 0W8， 這機油稀得跟水差不多。吸機油也就多省個半英里每加侖的油，可它對精度的要求得用微米來衡量。意思就是引擎的加工、清洗、組裝，每一次每一台都得做到完美無缺，差一點都不行。密歇根大學弗林特分校的格雷格·戴維斯教授站在一台教學用的引擎前，就是那種能看透內部每個軸承、每條油道、每處間隙都能看見的剖式引擎。他不發表啥主觀評論，就擺事實，算數據，壓力越大，軸承承受的負荷就越大，磨損也越快。說白了，就是車企在逼着自己的引擎做不可能的事兒。現在物理規律終於開始反擊了。你們好好琢磨琢磨這事兒的意思。以前設計你爺爺那輩卡車引擎的工程師還有緩衝的餘地，機油厚，容錯率高，軸承扛得住衝擊，還能繼續跑。可現在設計引擎的工程師啥餘地都沒有，一根頭髮絲掉在軸承表面，都可能決定這台引擎是能跑20萬英里還是跑3萬英里，就直接炸掉。這根本不是工程設計，這是拿你的錢包賭運氣。更糟的是，從工廠流水線下來的時候，這些引擎裡還藏着別的貓膩。看不見的殺手，接下來這部分一定要聽好，因為除了造引擎的圈子裡的人，幾乎沒人知道這東西存在，它叫金屬碎屑 Swerve。戴夫就是戴夫汽車維修中心的那個戴夫，一位資深引擎製造大師，還被汽車新聞的調查報道過。他開的維修鋪，每一台送過來的引擎都能得到工廠根本比不了的細緻照料。他解釋說，金屬碎屑就是引擎加工過程中留下的微小金屬碎末。車企在切割、鑽孔、橫磨引擎鋼體的時候，那些大塊的金屬碎屑很容易發現，也能清理掉，但橫磨氣缸壁時產生的超細顆粒才是致命的。焊磨會產生一種混合了金屬粉塵、研磨砂和冷卻液的漿狀物，戴夫管這東西叫水泥，又脆又鋒利，比引擎軸承本身還硬，粘在引擎內部表面就跟膠水似的，摳都摳不掉。哪怕只有一小粒微觀的金屬碎屑卡在軸承和曲軸之間，在每分鐘幾千轉的高速運轉下，它就跟砂紙一樣。這顆粒會嵌進較軟的軸承裡，然後開始研磨堅硬的曲軸，幾分鐘就會出現劃痕，幾小時就會出現金屬摩擦的情況。幾天下來，引擎就徹底報廢了。戴夫的團隊會花好幾個小時手工清洗每一台引擎熱浴、高壓沖洗、壓縮、空氣吹掃，每條油道都要擦洗5-6遍。但問題出在規模上，通用每個工廠每天要造1萬台引擎，豐田、福特、Stellantis 集團全都是這個情況。這麼大的規模，想做到手工組裝的那種完美，從數學上來說根本不可能。所以車企們只能靠自動化沖洗和快速肉眼檢查，然後聽天由命。動力系統測試員湯姆·豪厄爾一輩子都在做量產引擎的耐久性模擬測試，他說的特別直白，更稀的機油、更緊的間隙、更硬的軸承材料，這些都是導致故障的原因。軸承越硬，容錯率就越低，吸收碎屑的能力就越差，幾乎沒有任何出錯的餘地。有件事沒人跟你說，老式引擎在設計的時候就默認了最終組裝時總會有一些碎屑殘留。那時候的軸承更軟，間隙更鬆，機油更厚，哪怕有一小粒金屬碎屑漏網，軸承也能把它吸收，機油會把它帶走，引擎還能再跑10萬英里。可現在的引擎徹底沒了這個安全保障，整個系統一點容錯空間都沒有，一粒碎屑，一次劣質換油，一次啟停失誤，故障就會連鎖爆發。金屬碎屑還不是唯一的殺手，它只是6個當中的一個。完美風暴來襲，咱們現在面對的不是單一的設計缺陷，一次召回，也不是某一台引擎質量差，這是一場完美的機械風暴，是一堆現代技術和工程妥協全趕在一塊兒爆發了。把這些問題疊在一起，現在的引擎根本撐不了多久。先從那個所有人都討厭的功能說起，討厭的太有道理了。每次紅燈時，引擎自動熄火再重啟，機油壓力會在一瞬間降到0，就這短短幾秒卻是致命的關鍵。用着 0W20、0W16 這種超稀機油，軸承上剩下的那層保護油膜薄得可憐。冷啟動本來就是引擎磨損的主要原因，現在司機們一次通勤就得經歷40到50次啟停循環。
為啥那些2年跑15萬英里高速的貨運車隊卡車，往往比只跑5萬英里城市道路的家用卡車耐用？就是因為他們避開了這種沒完沒了的啟停折磨。再說說機油泵，老款引擎用的是固定油泵，簡單可預測還靠譜。現在的引擎全靠電腦控制的可變排量油泵，一直在實時調整壓力。要是油泵在啟停後反應慢了，算錯了機油溫度，哪怕就出0.幾秒的故障，軸承就會缺油，餓肚子。越複雜，故障點就越多，而且情況還在變糟。渦輪增壓引擎的氣缸壓力能達到2000多磅每平方英寸，是自然吸气引擎的2倍。渦輪本身的轉速能到每分鐘15萬到20萬轉，完全依賴乾淨、粘度合適的機油。只要有一點雜質或者機油壓力延遲，就會毀掉渦輪軸承，金屬碎片會布滿整個引擎，一次渦輪故障幾秒鐘就能毀掉整個動力系統。再加上直噴技術，直噴系統會以2000到3000 psi 的壓力把燃油直接噴進燃燒室，省油是省油，可對引擎壽命太不友好了。更高的燃燒壓力意味着更大的負荷，燃油不清洗进气门会導致積碳，溫度更高會讓油膜更薄，所有部件都被壓榨到了極限。接下來這部分一定要聽好，2020到2022年生產的引擎全是從混亂不堪的新供應商那兒來的，這些供應商毫無經驗，質量檢測人員缺席，疫情期間只有骨幹人員加班趕工。通用的連桿出過規格不符的問題，豐田承認過污染問題 ，Stellantis 集團甚至在引擎缸體裡發現過沙子。現在這些引擎剛好跑到6萬到10萬英里，那些隱藏的缺陷也終於暴露出來了。最後說說氣缸關閉技術，把 V8 引擎變成 V 飛，理論上聽起來很高效，可實際用起來會讓引擎各部位溫度不均，缸體膨脹不均，而且氣缸在負荷下重新啟動時還會產生衝擊負荷。把所有這些問題疊在一起，就得出一個無法回避的真相：現代引擎不是因為一個問題才壞的，它們是6個問題同時爆發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台引擎能永遠扛住這種折磨。但這6個因素只解釋了引擎是怎麼壞的，卻沒解釋為啥車企們死活不肯承認這件事兒。再來說說掩蓋真相的那些事兒，咱們再回到老王的維修鋪，它的拆解已經完成，照片也都拍好了，結果很明確，主軸承徹底損壞，但連桿軸承卻完好無損。這種不對稱的情況，就是豐田最不想公之於眾的鐵證。但老王拆解的這台引擎並不是個例，咱們看看現代的西塔發動機災難，他們當時把故障歸咎於雜質問題，召回了1500萬台引擎，全部更換後，新引擎還是出現了同樣的問題。這根本不是什麼髒東西的問題，而是設計本身就有問題。再看通用，他們針對6.2升引擎召回的官方解決方案，居然是把 0W20 機油換成 0W40， 粘度直接翻倍。要是吸機油沒問題，為啥突然要換稠的？因為車企們心裡門清，現在的引擎間隙太近，吸機油根本保護不了這些高壓運轉的引擎。可一旦承認這點，就會面臨訴訟、巨額損失和監管部門的嚴厲處罰，所以他們只能硬撐。不只是通用，全國的獨立維修店都在反映，很多車主開着卡車來，要麼爆震傳感器報警，要麼機油壓力燈亮，怠速時還能聽到軸承異響，可 4S 店只掃個碼就說沒查出問題，發個服務通知就把車主打發走。結果不出3周，引擎就徹底廢了。這時候車企才慢悠悠地寄來召回通知。車企們心裡跟明鏡似的，清楚這些引擎什麼時候會壞，為啥會壞，他們就是故意拖時間，等很多車的質保期過了，就不用承擔責任了。這就引出了最關鍵的問題，既然工程師知道，高管知道， 4S 店也知道，是誰逼着他們一直造這種有問題的引擎？真正的罪魁禍首比任何單一車企都大，那就是 CF 企業平均燃油經濟性標準。這個標準規定了每個車企所有車型的平均油耗，而且要求一年比一年苛刻。2024到2026年，每年要提升8%的燃油效率，2026年還要再跳漲10%，最終要求車隊平均油耗達到每加侖49英里。可現實呢？福特 F150大概每加侖跑20英里，他後大概18英里，科爾維特也就16英里。用傳統引擎根本不可能達到每加侖49英里的目標，而且懲罰極狠，每差 0.1 英里每加侖，每輛車就要罰17美元。要是一家車企一年賣200萬輛車，只差1英里每加侖，就要罰3.4億美元。所以車企們只能拼命擠油耗，做小排量渦輪增壓引擎，用更稀的機油縮小零件間隙，搞啟停功能。關閉氣缸，只要能避罰，什麼招都用上了。不是工程師不會造可靠的引擎，是監管壓力把設計逼到了可靠的極限之外，尤其是大規模生產的時候，問題只會更嚴重。更讓人憤怒的是，這場危機不僅沒好轉，還會越來越糟。
特朗普政府曾放寬過部分 CF 標準，大家本以為車企壓力會小一點，引擎會更可靠，可事實恰恰相反。因為政策調整後，電動車不再計入車隊平均油耗。以前車企可以靠電動車折算油耗，能到200至300英里每加侖來抵消皮卡 SUV 的高油耗，甚至還能向特斯拉買油耗積分。現在不行了，電動車不算數，但燃油經濟性要求還在，只是稍微放寬，到2031年要達到每加侖34英里。車企只能靠燃油車自己達標，沒了電動車兜底，他們只能變本加厲。未來只會有3種情況，要麼引擎更小，機油更稀，間隙更緊，故障更多，召回更頻繁，要麼大幅降功率。比如 F150 從400馬力降到250馬力， Silverado 拖拽能力從13000磅降到5000磅，要麼所有車都改成混動，成本漲了，故障點也多了，電池會老化，二手車貶值也快。更坑的是，車企不會放棄電動車，他們已經花了幾十億建電動車平台，萬一2028年政策又收緊，他们得有準備，所以他们還會繼續用那些導致引擎故障的老辦法。現在已經有超過500萬台引擎出了故障，造成的損失高達80億美元。但是現代一家就因為3300萬台引擎的問題，要面臨50億美元的損失，可這一切根本沒有真正改變。這對咱們普通人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？這事兒不只是召回和一堆冰冷的數據，這關係到你的錢、你的安全，還有你的家人。出故障的這些車價格都快趕上一套房子了。雪佛蘭 Silverado High Country 要8萬美元，豐田坦途 TRD Pro 要7.5萬美元，雷克薩斯 LX600超過10萬美元，頂配凱迪拉克凱雷德更是要12萬美元。可這些車的引擎跑個3萬到4萬英里就廢了，有時候甚至還不到這個里程。昨晚，俄亥俄州有個叫馬庫斯的坦途車主在豐田車主論壇上發了條視頻，他那台2024款坦途 TRD Pro 才買了18個月，跑了3.5萬英里。他正開車送女兒去學前班，突然聽到引擎傳來哐哐的敲擊聲，趕緊開進停車場，還沒等熄火，引擎就卡死不動了。拖到維修站才知道，更換引擎總成要等2個月，可他每個月還得照樣交1200美元的車貸，開的卻是一輛廢車。他妻子問他該怎麼辦，他發這條視頻就是因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啟動時一響，機油壓力驟降，引擎徹底卡死，拖車維修站等待2個月排隊，這樣的劇情正在全國無數家庭的車道上反覆上演。德克薩斯州的 Silverado 車主，佛羅里達州的紅杉車主，加利福尼亞州的凱雷德車主，密歇根州的帕里斯蒂車主，不同品牌、不同車型、不同州，卻有着一模一樣的故障模式。有些車主想靠檸檬法維權，可很多州規定已經被召回的車輛不適用檸檬法，車企只會說我們正在修，而你只能被困在原地，叫天天不應。別忘了，現代那些更換過的新引擎還是會出同樣的故障，因為設計本身就有問題，換多少台都沒用。再說說安全問題，這才是最嚇人的。通用已經收到了1.4萬起投訴，全是引擎徹底失去動力，行駛中突然熄火的情況，還造成了12人受傷。42起引擎起火，42起啊，都是人們開着車帶着家人的時候，引擎突然起火，想想都後怕。豐田也有不少熄火失去動力的報告，本田的故障主要是連桿軸承損壞，意味着金屬碎片在引擎裡以每分鐘幾千轉的速度亂撞，連桿甚至能直接撞穿引擎缸體，甚至衝破引擎蓋。現代帕里斯蒂的召回通知裡也明確警告，氣門彈簧斷裂可能會在引擎上炸出一個洞。這些都不是小問題，都是危及生命的機械故障，發生在你用來保護家人安全、無比信任的車上。俄亥俄州的馬庫斯還算幸運，他當時在停車場下一個車主可能正在洲際公路的左車道上高速行駛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不過別慌，從今天起你可以做些什麼來保護自己和家人。給大家說幾個能保護自己的辦法，一步都別漏。第一步，先查召回，多找組織，現在就去 NHTSA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官網，用召回查詢工具輸入你的車輛識別碼 VIN， 看看你的車是不是在召回名單裡，或者正在被調查。台灣車主可以在台灣車輛安全資訊網查看，要是在趕緊預約維修。這些引擎故障往往毫無徵兆，前一天還好好的，第二天可能就廢了。然後加入你這款車的車主社群、論壇、臉書群、紅迪論壇都行。很多召回的早期預警信號都會先在這些地方出現，比車企承認問題要早好幾個月，甚至好幾年。100個車主都在說，跑了同樣里程就出現了同樣的哐哐敲擊聲，這絕對不是巧合，就是召回的前兆。第二步，把換油周期縮短一半，別信車企說的7500到10000英里換一次油，最多跑5000英里就換。要是說明書說7500英里，那就3500英里一換。
1年多花50到75美元換油，跟15000美元換引擎或者70000美元的车变废鐵比起來，簡直不值一提。一定要用高品質機油，比如美孚1號、潘索、鉑金、聖牌、嘉實多，而且要符合車企規定的規格，比如 Dexos 一更。第3步，關掉自動啟停功能。要是你的車有啟停按鈕，每次開車都按一下關掉。有些車會自動重置這個設置，要是這樣，花50到100美元買個 OBD-II 設備就能永久關掉它。雖然可能會多耗0.2英里非加侖的油，但每天能避免幾十次不必要的引擎磨損，太值了。第4步，質保期過了，換稍稠一點的機油。一旦過了質保期，機油可以稍微換稠一個等級。比如你的斯巴魯本來用 0W-16， 而日本那邊允許用 0W-20 或 5W-30， 那就換成 0W-20。通用現在為 6.2 升引擎召回，用的是 0W-40， 那你質保期過了，可以考慮換成 5W-30。別太極端，就稠一個等級就行。第5步，時刻監測引擎狀態，多聽引擎的聲音。要是出現新的滴答聲、敲擊聲、嘩啦聲，趕緊留意。每跑1000英里就檢查一次機油，盯着機油壓力表，熱車怠速時壓力低就是重大危險信號。第6步，買車別踩坑，千萬別買改款第1年的車，2021到2024款的車也盡量別碰。要是買二手車，一台2015到2019款跑了10萬英里的自然吸气 V8， 可能比2023款只跑了3萬英里的涡輪增压車還靠譜。第7步，留好纸質證據，做好維權準備。要是買2020到2024款的二手車，花2000到3000美元買一份涵蓋引擎內部的全面質保，可能會幫你省下15000到20000美元的引擎更換費用。一定要仔細看條款，確保它明確涵蓋軸承故障，而且所有東西都要留痕。保存好每次換油的收據，每次保養都拍一下里程表，記錄好每一次去 4S 店的經歷，還有你關於引擎異響、機油消耗、警示燈亮的所有投訴。要是你的引擎真壞了，車企想拒絕保修，這些紙質記錄就是你和20000美元維修費之間唯一的屏障。跟着這7步做，就能大大提高你的引擎在這場全行業危機中存活下來的幾率。但這一切都改變不了那些車企高層在背後算的賬，就是那份電子表格，在底特律、東京或首爾的玻璃寫字樓裡，某個車企董事會的桌子上放着這麼一份表格。表格上有2列，一列是要是按正確方法造引擎，用稠機油、寬鬆間隙、高容錯率，預計要交的 CF 罰款；另一列是要是造那種跑3萬英里就壞的引擎，預計要花的質保索賠、訴訟費和召回費用。結果呢，訴訟費那列的數字更小，所以他們就選擇造容易壞的引擎。這不是陰謀論，這就是企業財務的算計。埃里克伯格的維修台、戴維斯教授的教學引擎、戴夫的熱浴設備、湯姆·豪厄爾的耐久性測試台，4個不同房間裡的4位工程師看着同樣的證據，得出了同樣的結論。可那間他們永遠進不去的會議室裡，一份電子表格就決定了他們的結論毫無意義。俄亥俄州的馬庫斯還在每個月交1200美元的車貸，他的坦途還在維修站裡，更換的引擎總成還在排隊等待。而在某個地方，那份電子表格已經為下一季度更新好了。你的引擎壞了嗎？把你的經歷寫在評論區裡。車型、里程發生了什麼？站出來的車主越多，那份電子表格就越難藏得住。要是你不想讓訴訟費那列的數字一直那麼小，就點個讚，關注我。下次再有工程師在維修台上發現那些車企不想讓大家知道的秘密，我第一時間告訴你。感謝觀看。